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那吉米的机器我已经做了3台了，坚果这一台机器已经是我做的第8期了。那我也声明一下我的立场。那这几期每期我都夸坚果，对吧？这么多期，我要是拿过坚果或者吉米1分钱，我就世世代代都为奴。我觉得我牺牲我自己的休息时间，不计成本去帮大家做对比，就已经是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了。没想到有些阴阳人大聪明，总是能站得更高，是吧？天生高人一等，对吧？对比开始前，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啊，先来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。那三色激光，我认为就是目前最强的技术。那海信和坚果的用户也非常的多，完全不会像吉米说的那么离谱啊。那吉米这些可能是同价位最亮的机器，同价位都至少比吉米暗2档，单色激光偏色，三色激光新技术，试错成本高，销量低什么的神级宣传，咱们就不吐槽了。我都做过对比视频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最新的发布会上，吉米又对比了索尼，是吧？索尼这里没有标注型号啊，那懂一点投影仪的应该都能看出来，这应该是一台古董机。而且你这俩单位也不一样啊。这都不算离谱啊，那我甚至看过有些 UP 啊会和5年前的投影仪去做 PK 啊，那我家里3万多的索尼 A9G 呢，也一样打不过我去年买过的几千元的那个 C2， 对吧？如果电视手机也只和老的过时的产品去比，那市场真的就完了。这台索尼即使很老，但也有超过吉米几十倍的对比度，原生 4K 的芯片以及电动镜头、HDR 算法等等特点，那这才是人家的卖点。看到这个推广也是直接把很多人的低血压都治好了。我身为一个真爱粉，第一时间就找了吉米，想试试这么强的机器。那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要走流程，要签合同，要审稿子啊。于是我又找了很多的那个实体店，很多的 UP， 看能不能借来一台测1晚上啊。最终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那也是因为做了 UP 才有这么好的资源和机会。那我手上刚好也有一台明基的新机 i780，那这是一台灯泡机，有光学变焦和全玻璃镜头，标称是3200 ISO。近期投影仪关于光源的讨论非常的多啊，那正好我手上也集齐了不同光源的机器，今天灯泡、三色激光加上混光，给大家做一期不同光源的对比。这3台都是9000元的价位。那我也说过，送测的优先级我都会排得很低。那做视频的立场还是在于分享，从而辅助更多的人去选择，而不是说去帮商家带货啊、卖机器，对吧？那明基这台机器已经到我手上1个多月了，也是直到前几天才刚刚有时间把它打开。那说实话，这个明基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啊，这次开枪的体验相比我之前的1800、5700真的是好太多了。W1800大家都吐槽没有镜头盖，这台 i780也是加了一个磁吸的滑盖。不同的是1800主打的是709的色准，而这台 i780主打的是高亮度加游戏低延迟。明基同价位不同定位的 4K 机还是蛮多的，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到明基的店里看一看。那包括我之前的显示器啊和现在的屏幕挂灯也都是用的明基的。总之感谢明基对本期视频的支持。那机器在我这小18线的 UP 这里这么久，也没有对我做任何的限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实际参数的表现情况。吉米 i3 Pro 3白色亮度排到了第5，吉米这次亮度表现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了，那毕竟是价格上来了，是吧？明基的 i780只排到了第7，但明基的整体 HDR 亮度表现是比吉米要高很多的。那这是对比度的排名情况，我们通过已知亮度、已知对比度就可以推算出黑色画面的亮度表现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还是要和大家讲一下屏幕上的问题。那这是明基 i780的画面感觉非常的暗，是吧？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曝光，画面就会亮起来了。那我再打开相机默认的动态范围，画面直接就起飞了。但是相机默认去拍，色彩偏差也就起飞了，包括这个黑位表现，你会发现和现实中的差距还是蛮大的。这里我想说的是，把画面拍好看很简单，但是你想要拍准还原真实的效果，它是很难的。所以我们才需要对比监视器，把相机这些提升画质的东西全部都关掉。相机不像人眼，曝光高了画面就会掉对比度发挥，曝光低了暗部细节就记录不到了。即使只是 ISO 曝光不正确，拍摄出来的颜色明暗浓淡差异也是很大的。做视频还是在于分享真实的效果，而不是说拍的特别好看去帮商家去卖货。那我宁愿拍的差一点，那大家通过参数也能了解到真实的差异。我基本都是白天环境拍的，大家到手后画质都只会更好，不会更差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对比。那第一段我先用低 ISO 来拍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不同曝光拍摄出来的差异。
Night falls, I'm cast beneath her spell. Daylight comes,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. Am I left to burn and burn eternally? She's a mystery to me. She's a mystery girl. She's a mystery girl. In the night of love, words tangled in her hair, words soon to disappear. A love so sharp it cut, like a switchblade to my heart, words tearing me apart. She tears again my bleeding heart. I wanna run. 视频到这里，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评价。最后，我们再来对这两台新机的优缺点做一个总结。第一台极米，优点一有光学变焦，有一个非常成熟简单的系统。优点二，亮度表现相比之前对比的 H5、H6 提升非常的大，也没有锐化过度的问题，整体画面还是非常舒服的。这里指的舒服，指的只是相比它自己低价位的 H5、H6，画面不脏，没有锐化调教过差的问题。这台机器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对吧？对比度、色准、HDR 算法都非常的一般。第二台明基 i780，优点一采用全玻璃低散色镜头，有多档 HDR 调节，实际 HDR 亮度表现也十分的给力，这也是我目前用下来明基亮度最高的机器。优点二有光学变焦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台机器的投射比为 1.127， 相对常见的 1.2 投射比的机器，相同距离投射的画面也会更大一些。缺点一，灯泡机有噪音和发热等问题。缺点二，没有 HDMI 2.1 接口，整体画面的色准也是比较偏的，相比自家的 W1800 色准差距还是蛮大的。那 i780 官方还宣传只有 4.2 毫秒的延迟，其他的机器宣传都在10毫秒以上。那我现在还没有可以测试的仪器，有游戏需求的用户可以优先考虑尝试一下，用过的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体验。那明基这台机器的调节功能也比较丰富，灯泡机也是目前校色成本最低的光源，光源也只是影响画面的因素之一，重要的还是看各家技术上的调教。希望品牌也都能优先把产品做好，而不是带头歧视对待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而且我觉得很搞笑，我不知道你看没看，那个产品经理上去就说，我有一个朋友买了某8000档的3色激光，他就在阴阳坚果嘛。朋友的女儿问爸爸，小猪佩奇的脸上怎么会这么脏呀？然后朋友凑近了一看，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点，这个东西就是散斑。然后底下弹幕说，既然你有一个朋友，为什么不直接找你买几米呢？